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这盒连手型战士都算不上的玩具，随着《鬼灭之刃：无限城》的上映，现货直接给我干到500加了。之前还有不少小伙伴在我的视频下面催更啊，但这个配件量和性价比真的让我有点望而却步啊。毕竟拢共就给了一对开掌手和一对握拳手啊，即使给了指甲油的涂装，还是让人很无语啊。甚至于这个4指的并拢手啊，也竟然只愿意给一个，这么抠门吗？这只击杀了大哥的鬼就带着这么几个手型，凭什么敢卖这么贵啊？哎，只能说是我小瞧了上弦之3蚁窝座的人气和实力啊。蚁窝座的名字是无惨的起名品味，和其他的上弦一样，阿卡扎这个名字应该是日语阿卡莫嘎扎的谐音，即麻疹。但是名字什么的对他来说并不重要，怎么样变强才是他的夙願。变成鬼以来即使失去了一切的记忆，但变強的执念却扎根于心，因为弱者には虫唾が走る。ヘドが出る。淘汰されるのは自然の摂理に他ならない。这次的本体整个的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尤其是身上的这些刺青条纹啊，其来源应该是蚁窝座成为鬼之前偷盗抢劫斗殴后全身了，印还是相当清晰的。作为鬼的类似尸体的灰白色皮肤用的是成型色，实际观感也还行。至于稍微的这些油光呢，也属于万代玩具不得不品的一环。俺は赤座。俺も弱い人間が大嫌いだ。弱者を見ると虫唾が走る。なぜお前が思考の領域に踏み入れないのか教えてやろう。人間だから。鬼になろう教授郎。そうすれば、100年でも200年でも鍛錬し続けられる。いかなる理由があろうとも、鬼にならない。そうか。鬼にならないなら殺す。稍微比较良心的是，这次一共给了5个面雕啊，而且眼睛的印刷，尤其是里面的上3的字体真的是非常的还原。但这几个表情整体做的，就是真的差了点意思啊。不知道是不是蓝色的条纹印刷太亮了，还是嘴没有给勾线，要么就是五官和脸太幼了。总之就是觉得三哥的神是没有把握住的。但这次玩具的最大亮点其实是可动，毕竟戴哥这次专门为三哥改良了素体，宣传也写了所谓的高可动。那咱们现在就来检验一下吧。首先脖子这里是一个可动的双段球冠，可动的范围还是很大的，低头的幅度大概超过45度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后发这里给了一段独立可动啊，可以像这样抬起一段，避免抬头的干涉，但是抬头的范围大概也就是30度左右。不过左右的摆头倒是非常的优秀，大概也有45度的范围了。最后360度转头毫无压力，并且脖子不会跟着动，非常好评。这个小背心还是老的设计思路啊，被分割成了3块，不过这也是为了避免可动的干涉，毕竟这一次的前身关节是非常的离谱的，接近45度了。不过向后倒是没有什么幅度，手臂360度大风车毫无问题，平台则是能轻轻松松超过90度，接近135度。大臂上段也配置了360度平转的关节，曲肘由于肌肉造型的原因，大概只有135度多一点，不过也够用了。最后这个手腕可以像这样做前后70度的翻折范围，很不错。这次的胸腰还是和之前的老素体一样，可以像这样拉出来一截，不同之处是这次的腰会做的比较长一点，但这并没有改善弯腰的空间，也是30度接近45度的范围，而且背部还有缺口。挺胸就会稍微好一点，大概能到30度的挺胸范围。另外这个左右的弯腰范围大概也有30度左右，还是很不错的。最后这个转腰，腰部竟然是不能转动的，只有上半身的胸部是可以这样360度转动的。这个比较细节的是腰部下方的这些小挂饰其实都是可以转动的，里面是一个小锁扣。腿部的关节和之前炭治郎的素体其实大差不差，也是有一段这样的下拉关节，下拉之后的前踢范围大概能超过90度多一点点。后踢由于屁股是硬的，也能达到75度左右，其实已经很不错了。侧踢的话能到标准的90度，非常的不错。下方也有一段小遮盖，大腿根部能够像这样平转360度。屈膝的第一段设置在这个膝关节的下方，大概有120度左右，但是会暴露出一段空洞。小腿肚的位置则是设置了一个很大范围的球冠，能够像这样前后左右做30度左右的摆动，补充一段可动的范围。脚踝的佛珠下方竟然隐藏了一段360度的平转关节，这个隐藏的真的是很细节啊。脚掌的向下垫脚大概也就是30度多一点的样子，向上抬脚的话大概是45度的样子，脚尖也能独立上抬90度。脚踝的向内接地需要特别的向内找一找角度，角度正确的话可以像这样做到接近90度的接地幅度。
向外的话，这个接地幅度就比较小了，30度多一点的样子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可动虽然谈不上是超可动吧，但高可动还是有的，把玩的手感也是很不错的，所以摆一些大张力的 pose， 还原无限城的战斗，玩起来还是非常爽快的。いい動きだ。短期間でよくぞここまで鍛錬したな。褒めてやる。勘違いだよ、炭治郎。俺が嫌いなのは弱者のみ。俺が唾を吐きかけるのは弱者に対してだけ。お前の言ってることは全部間違ってる。お前が今そこにいることが、その証明だよ。生まれた時は誰もが弱い赤子だ。誰かに助けてもらわなきゃ生きられない。お前もそうだよ、赤子。記憶に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赤ん坊の時、お前は誰かに守られ、助けられ、今生きているんだ。炭治郎。やはりお前は不快だ。魔界殺最好き海王戦柳。早い、とてつもなくすれば。赤だ！今からお前の首を切る！蚁窝座的整个经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，穿着恋血和服色的背心，染着恋血色的头发，使用的招式也是恋血的同款发式。明明是为了保护父亲、保护恋血而变强，结果每次变强后，他们都消失了，甚至连复仇都无法解恨的他，逃避了现实，成为了鬼，成为了一个只会向无辜者挥拳的真正的弱者。最后是炭治郎的友情破颜拳令其幡然悔悟，在恋血的呼唤下以自杀小。所以我还是希望把最精彩的部分留给朋友们自己去欣赏，我们这里就还是聊聊这个模型就好。当然这期模型也实在是没什么好总结的，配件少，面雕略崩，除了可动不错以外，其他真的一般，建议等热度过去以后再入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评测就是这样啦，大家记得点赞投币关注一下我哦，大家下期再见。